对手拥有100艘军舰、3万名战力、9名海军中将、1名海军大将，以及可以变身怪物的五老星之一，外加4名号称最强人类的七武海克隆兵器，以及一个在内部作乱的老六，切断了通讯，四处埋伏暗杀。我敢说，这是路飞出海以来最绝望的一次开局。全球海迷猜了大半年如何破局，结果拯救世界的是一个恋爱脑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亚笨。最近海贼王漫画的文字量是越来越大了，逐渐有向小说发展的趋势。刚刚更新完的1090话就是对话非常多的一话。在上次休刊归来后，丹江岛的故事跳过了1晚上的时间，直接快进到了黄二舅大军围城。武田显然是想要搞点悬念，就跟当年萨博刚刚官宣死亡时一样，要把悬念留到后面的篇章来交代。勾引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老套路了，屡试不爽。Jump 杂志的销量真的要给尾田磕一个。不过呢，既然要留悬念，就不能一点风声也不透露。在1090话这一堆对话和场景里，武田就偷偷摸摸的留下了一些线索，虽然非常零散，但是只要能串联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。本周我们就来当一回侦探，目标是天台实验室半夜神秘伤人事件。老规矩，先来分析线索和背后隐藏的故事。末尾还有一个省流的完整的事件经过。线索1 ：S12 解开了实话，文化中赤天使小汉库克的回忆，以及他与路飞、弗兰奇的互动，讲述了实话，解除了经过。这就是昨晚发生过的事件，也是所有线索中最明显的一条。一切还得从一场艳遇说起。那天，某个橡胶猴子闯入了女浴室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汉库克喜欢路飞这件事，整个伟大航路都知道。但是汉库克的克隆人也喜欢路飞这件事，连贝加庞克这么聪明的人都没想到。既然本体都不知道，那么叛徒约克自然也不可能知道。而这一点点小小的 bug， 就是整个丹间岛事件翻盘的开始。按照设定，被甜甜果实石化的人，只有发动能力的本人才可以解除，即便是下一个继承果实能力的人也无法解开，简直就是带了加密的石化。在1077话时，小汉库克按照约克下达的命令，袭击了莉莉丝等人，最终莉莉丝、乌索普被完全石化，弗兰奇被石化大半，毕达哥拉斯则是被直接踩爆，当场毙命。由于赤天使的控制权限等级，除非有更高一级的控制者来修改命令，否则小汉库克是不可能主动解除石化的。但好玩的是，小汉库克把路飞的请求当成了一种爱意，这种情感超越了原本的命令权限，让他解开了石化。于是莉莉丝、乌索普、弗兰奇得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路飞之前明明在楼上与赤天使 S 熊战斗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他和路奇都没有泡泡枪，不可能真正控制住 S 熊。所以路飞和小汉库克这场偶遇本身又说明了另外一件事，楼上的战斗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中断了，有可能是 S 熊离开了战场，路飞和路奇也只好分头去寻找伙伴。大家先记住这一点，后面我们还会提到。来看线索2，4名赤天使最后全部被困在泡泡中。前面提到，赤天使接收到新的指令，是消灭除了约克、本体以及地下人质以外的所有人。按照权限等级的设定，能够修改这条抹杀命令的只有五老星，但五老星显然是不可能来救草帽一伙的，所以虽然小汉库克对路飞有安意，解除了石化，但他应该会继续攻击其他人，所以就需要把他强行控制住。于是莉莉丝手中的泡泡枪就派上了用场，虽然不是海楼石做的，但可以理解为拥有海楼石效果的泡泡能够直接秒杀赤天使。从后来4个赤天使都被困在泡泡中的场景来推断，他们都是这样被制服的。自始至终，原本的命令都没有被覆盖，前面的设定算是保住了。S12很可能是第一个被拿下的赤天使，而众人经过这一事件，也清楚了赤天使的行动目标。那么路飞、弗兰奇、乌索普、莉莉丝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继续去制服其他的赤天使。此时他们位于研究所 C 栋3层，离他们最近的就是 A 栋3层。赤天使 S 杀小生平袭击了娜美、布鲁克和艾里森，中途山治加入了战斗。由于山治的铁块是货真价实的铁块，小生平的攻击根本无法奏效。而赤天使有一个特点是，遇到无法打败的强者时，有可能更改抹杀的顺序。小生平很有可能在啃不下山治这块硬骨头后，又看到了路飞、莉莉丝这些援军赶来，于是选择用游泳果实的能力离开了现场。娜美、布鲁克、安迪生安全的与大家会合。那么如果小生平真的逃走了，他会去哪里呢？这就要看线索3，波尼对山治的好评。不仅夸赞了山治的厨艺，还强调了他的战斗力。很明显，他看到了山治战斗的样子，才会给出这种评价。所以在昨晚的事件里，山治和波尼一定发生过什么。之前实验城骚乱开始时，波尼一直在大雄的密室里，沉浸在父亲记忆中，哭得伤心欲绝。他最后应该是看完了全部记忆，并且明白了父亲大雄为什么要接受贝加庞克改造的真正原因。根据路飞的说法，波尼最后哭了一整晚，但他最后放弃了向贝加庞克报复的计划，应该是明白了父亲的苦心。这里多插一句，武田看起来是打算继续隐藏这个秘密，包括大雄身上的特殊种族之谜，等后面再来揭晓。那么当波尼伤心难过时，也是非常脆弱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被小圣平趁虚而入，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。
而 Lady 加眼泪这2个条件同时触发时，就能召唤那个男人如骑士一般赶来救场。没错，山治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在危急中救下了波尼，并帮助他逼对炽天使的人，所以波尼后来才会对山治青睐有加。不过山治并没有泡泡枪，怎么把 S 杀制服呢？这就要轮到圣平和司徒西的戏份了。他们3个人原本就是一起行动，还经过了武器库，要找一把泡泡枪还是非常简单的。设想一下，山治虽然救下了波尼，但是无法完全控制炽天使，最后圣平带来了泡泡枪结束了战斗。山治这个3号人物可能会再次因为圣平的完美表现而吃醋。从后来圣平身上的伤来看，说不定还有真假圣平的对手戏，老对称狂魔了。那么拿下了炽天使 S 蛇和 S 杀，还剩下炽天使 S 鹰和 S 熊，这就要从线索4入手了。卡库和罗宾的重伤，在昨晚的事件里，贝加朋克几名分身都有伤亡，但草帽一伙这边伤势比较重的只有罗宾 ，CP 特工这边则只有卡库。按照卡库的说法，他是与2名炽天使交手才弄成了这个样子。找出卡库和罗宾受伤的原因，昨晚事件的经过也就清晰了。首先，之前战斗一开始时 ，S 鹰原本也在顶楼，但在与路飞等人的对决中，他突然神秘消失了。索隆为了追击小鹰眼也跑了出去，路飞怕索隆迷路，让卡库追了出去，等于有3个人先离开了战场。一般来说，怕什么就会来什么。索隆应该是真的迷路了，既没有追到 S 鹰，也没有和后面的卡库会合，很可能是一个人在研究所里乱逛，暂时隐身了。这点也请大家先记住，后面还会提到。卡库没有找到索隆，只能从顶层往下一层一层找下来，最终就会到达最底层的废弃实验室。而这座废弃实验室就是整起事件的高潮。之前罗宾、乔巴和阿特拉斯这一组并没有遭到炽天使的袭击，但罗宾判断出炽天使已经出现问题，并且在阿特拉斯的启发下，决定一起去废弃实验室寻找贝加朋克。此时地下的实验室内刚发生完一场命案，约克用枪击中了世嘉的头部，世嘉当场毙命。那么如果这时候罗宾等人赶到，就会直接撞破约克的计划。而约克眼见自己的阴谋败露，又没有办法打败罗宾、乔巴和阿特拉斯，就只有一种选择，召唤炽天使来协助自己战斗。这应该就能解释 S 鹰后来的去向。想要先去解决更弱的目标，结果受到了约克的召唤，杀到了罗宾等人面前。罗宾在战斗中受到重伤，所以后来胸口处才会插满了绷带，跟当年索隆在东海被鹰眼砍伤后的包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以 S 鹰的实力，罗宾、乔巴、阿特拉斯加起来都不会是对手，而且他们手里也没有泡泡枪。这时候并没有处于战斗，有可能赶来救场的人就只剩下了索隆和卡库，很有可能是卡库先赶到了，暂时挡住了 S 鹰。于是约克继续召唤炽天使前来助战。随后 S 熊放下路奇和路飞也来到地下参战，局面变成了卡库 vs 2台炽天使。虽然卡库实力也很强，但同时面对2台炽天使依然不敌。当危机再次出现时，那个迷路了大半天的男人就该出现了。索隆赶到，逼退了2名炽天使。最后地下的动静把其他伙伴吸引过来，众人用泡泡枪拿下2名炽天使，并制服了约克，救出了贝加朋克。闹剧结束，所有炽天使都被关在了泡泡中，而 CP 特工们则被放了出来。山治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食物，并再次获得了波尼的好感。而在这整个过程里，路奇获得了单独行动的机会，将研究所内重要设施的位置都摸清楚了，包括那台关键的融合炉，开始为自己的脱身做准备。那么通过以上分析1090话中的几个线索，以及他们背后所隐藏的人物动向，我们差不多可以推测一番昨晚完整事件的经过了。故事可能是这样的：在 CP 基友入侵登间岛时，约克先是短暂解开了边界穹顶，很快运用自己的密码锁定了穹顶，让任何人都无法离开上层，然后利用贝加朋克与波尼的争吵，将本体绑走。草帽一伙为了寻找本体，决定分头前往实验室各层。约克随即向4名炽天使下达命令，干掉研究所内的目标们。死亡游戏开始。随后 S 熊和 S 鹰在上层准备干掉世嘉，并与路飞等人交手。S 蛇则是先袭击了毕达哥拉斯，随后又攻击了赶来的莉莉丝等人。S 莎则是袭击了爱迪生、娜美等人，但被赶来的山治拦下。一时间，研究所内几处位置都发生战斗。中途世嘉决定去地下寻找贝加朋克本体。S 鹰也脱离了战场。索隆和卡库为了追击，先后离开。路飞和路奇留下对付 S 熊，而未遭到攻击的罗宾一族，在阿特拉斯的提醒下，也决定去地下寻找本体。很快，世嘉先在地下找到了贝加朋克，但被约克袭击身亡。随后罗宾等人赶到，约克召唤了 S 鹰，罗宾不敌，身受重伤。这时候，为了追索隆而来到地下的卡库加入战斗，暂时挡住了 S 鹰。约克随后又召唤来其他炽天使参战。S 熊到来，卡库以1敌2，陷入苦战。与此同时，因为 S 熊离开了战场，路飞和路奇的战斗中断，也开始往楼下寻找同伴。路飞碰到了 S 蛇，并见到了被石化的弗兰奇等人，于是让 S 蛇解开了石化。莉莉丝恢复后，用泡泡枪制服了 S 蛇。而山治这边在救下娜美后，继续追击 S 莎，在他袭击波尼前成功救场。随后赶来的司徒西用泡泡枪制服 S 莎。最后在地下实验室内，卡库面对2名炽天使陷入危机的时刻，索隆赶到扭转了局势。
最后赶来的众人将约克和剩下2名炽天使制服，结束了这场死亡游戏。全员到齐，开始吃饭疗伤。第二天给吴老星打电话谈判，接上1089话的剧情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本周的案件分析就结束了。不知道和你想象中的是否一致呢？在之前的分析里，我认为单间岛昨晚事件的经过，尾田会在之后用一个倒叙的方式来讲述，并且很可能是在陆琪回到海军见到吴老星之后。而眼下剧情的重点依然是草帽一伙这场突围战，到底能不能按照计划逃出升天？黄猿和路飞索隆有没有可能再次交手？应该都是接下来的看点。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90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朱爱本，我们下期见啦。